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巴特菲斯，我是小阮。今天我们来画飞行器。在之前的透视概论影片中有提到中心点及中心线的重要性。除了能够帮助我们画出各种几何造型外，那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扩展或切割透视空间。最重要的部分呢，是因为大部分的设计都是对称的，因此要能够精准画出对称造型是很重要的。而在各种物件的设计当中，飞行器的设计能够代表对称设计的重要性。如果不对称，那就头晕了。飞行器的种类百百种，有传统的定型机翼的飞机，也有直升机。最令我着迷的是一种能够垂直起降的飞机。那比较有名的呢是英国的 Harrier。当然不能不提今年争议比较大的 F-35，而其中 F-35B 正是能够垂直起降的机种。不过还有更有趣的机种，那就是介于传统飞机以及直升机的综合体，也就是 V-22 Osprey， 中文翻译为鱼鹰。相对于传统的直升机，它的速度更快，载量更高，也更有效率。而相对于传统的飞机呢，它更灵活，也可以在极短的跑道起降，甚至可以在军舰上垂直起降。而为了在航空母舰上停泊时节省空间，它的机翼也可以旋转，然后折叠。机构的设计真的令人佩服。不过因为这是新的机种，在刚开始服役的时候发生不少事故，所以也算是事故率蛮高的机型。而类似鱼鹰的设计，其实早在其他地方可以看见，如1986年的《异形》第2集里，陆战队飞行器以及《福音战士》里的直升机。所以这种垂直起降的设计早已存在。不过呢，也是到了近年才出现像鱼鹰这种的真实例子。我们今天要来设计类似的机种，但是也会加入自己的设计元素。不过呢，主要的目的是要透过画飞行器来示范如何画出对称的造型。首先，我已经先以草稿大概画出想画的设计，再来是在纸上定义透视的空间。这里我先画出几条透视线，代表3个方向的透视参考。那既然是对称的设计，我就先从中心线开始。这边我先将大概的机体造型以及量体绘出，细节的部分呢，我待会再加上。接下来我先画出左边的机翼及推进器，这里就先凭感觉来做决定，机翼要多宽。不过稍微比较难的呢，是画出有倾角的推进器，而不是垂直的状态。推进器的部分，我想以2个圆形的喷射引擎来做组合。因此要在这个角度画出2个透视的圆形，所以呢，我先画出同个角度的长方形以及正方形，然后在里面画出透视的圆形。不过角度可能要再检查，然后做调整，一直修正到满意为止。然后我要开始画另外一边的机翼以及推进器。所以需要将左边的距离反射到右边。这里呢，我先以左边的尾端与中心线形成一个长方形，找到中心点，然后再将对角的斜线延伸过去对面，这样就知道对面的等距的落点了。那我们要将对面的部分完成。在这里呢，我也画出推进器的旋转轴心。然后后面也加了直升机也会有的稳定的螺旋桨。不过这里的用途是要让飞机能够在定点盘旋时能够原地的旋转，这样机动性才能与直升机媲美。
到了这边，我们大致完成了造型以及量体，那接下来就是细节了。侧边这里加上武器的储存空间，在飞行的时候呢是隐藏起来的，只有需要发射的时候才会延伸出来。这边呢，我将驾驶舱的玻璃罩往外推出，而比较注重的是下面的视角，因为这台飞机的定位呢是如同 A10对地面部队支援的重装型飞机。上面这边呢加了散热孔，那也不忘加上小机枪。下面这边干脆把武器呢画成它要即将发射的状态。上面则是侧面的出入门。画完各项细节后呢，再加深重要的线条。因为最近连续下了好几个礼拜的雨，空气非常潮湿，所以我的纸张已经受潮了。因此，就连油性的色铅笔在纸上的着色也是相当的困难，线条有点模糊，色差也不够强烈。但是我还是尽量画。如果需要的话，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加上简单的阴影来强化立体感。好，那在最后呢，我来加上简单的影子。影子的部分，我喜欢以物件的上视图的轮廓来绘出影子的形状，也就是直接由上而下的光源。然后呢，铅笔上色的方向依循透视空间的透视线来画，这样呢，影子本身也会帮你强化透视的空间感。好了，完成了。希望各位喜欢这次的分享，那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我们下次见。